有他了，开睡。今天我们讲太平公主。提起太平公主，你脑子里会闪过什么？是那个在《大明宫词》里天真烂漫，掀开昆仑奴面具，一见薛绍误终身的少女，还是那个在真实历史上继承了她母亲武则天全部政治基因，权倾朝野，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镇国公主？她的一生就像一部顶配版的宫斗剧，比你看过的任何一部宫斗剧都要精彩、刺激、高端100倍。他亲手扶持了2位皇帝登基，也亲手策划了2次惊心动魄的政变。他距离那个95之尊的龙椅只有1步之遥，可最终却被自己亲手扶持起来的侄子赐了一杯毒酒，不是一条白绫，梦断魂销。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个被父母捧在手心里的公主是如何一步步黑化，变成了一个让整个帝国都为之颤抖的大魔王？她和她的母亲武则天究竟是母女情深，还是终极对手？今晚咱们就一口气把太平公主这跌宕起伏，让人又爱又恨又叹的一生撸个明明白白。故事要从公元665年前后说起。那时候的大唐帝国正处于一个非常微妙的时期。皇帝是唐高宗李治，一个被后世很多人误解为妻管严的男人。但实际上李治绝非庸才，他继承了老爹唐太宗李世民的基业，把大唐的疆域扩张到了极致，史称永徽之治。而他的皇后就是大名鼎鼎的武则天。此时的武媚娘已经不再是那个初入宫闱的才人了，她斗倒了王皇后和萧淑妃，稳坐中宫，并且凭借自己超强的政治手腕，开始深度参与朝政，和李治并称为2圣。就在这样的强强联合的家庭背景下，我们今天的主角太平公主咕咕坠地了。她是李治和武则天最小的女儿，前面有4个哥哥1个姐姐，就是那个传说中被武则天掐死用来嫁祸王皇后的安定公主。所以她的降生对于年事已高身体又不太好的李治和武则天来说，简直就是天大的惊喜。老年得女，那是什么概念？含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里怕摔了。4个哥哥李弘、李贤、李显、李旦都得靠边站，这个最小的妹妹才是整个大明宫独一无二的团宠。李治抱着她上朝，武则天批阅奏折时让她坐旁边。可以说太平公主的童年是在帝国权力的最顶峰，用黄金和蜜糖堆砌起来的。她从小就表现出了和她母亲极为相似的特质，聪明、机灵、胆子大，而且极善于观察和模仿。有一个流传很广的故事，说有一次唐高宗在宫里大宴群臣，太平公主穿着一身武官的紫色官服，腰间挎着宝剑，像模像样的走到父母和宾客面前，行礼作揖，跳起了飒爽的武官舞蹈。唐高宗和武则天见了，哈哈大笑，问他：我儿又不能当武官，为何做这身打扮？太平公主俏皮地回答：那可以把这身衣服赐给我的驸马吗？你看这话说得多么有水平，既逗乐了父母，又不动声色地提醒了他们：喂，老爸老妈，你们最宝贝的小棉袄已经到了该谈婚论嫁的年纪了。李治和武则天听了，是又好笑又感慨，当即开始为女儿的婚事操心。可谁能想到，这第一次崭露头角的催婚却引来了一场不大不小的外交风波。当时青藏高原上的吐蕃日益强大，松赞干布去世后，新的赞普派使者来到长安，点名要迎娶太平公主，
想再来一次文成公主入藏式的和亲。这下可把李治和武便天给急坏了，捧在手心里的宝贝女儿怎么能嫁到那种苦寒之地去？但直接拒绝又怕伤了两国和气，怎么办呢？关键时刻还得是武则天脑子快，他大手一挥说，我女儿早就看破红尘，一心向道了，怎么能嫁人呢？为了把这场戏演足，他还真的就在长安城里专门为太平公主修建了一座宏伟的道观，取名太平观。于是我们这位金枝玉叶的公主就有了一个非常特殊的身份，女道士。当然这只是个名号，她一天道观都没住过，照样在皇宫里过着悠哉悠哉的生活。但太平这个封号却从此伴随了她一生。这个封号寓意着天下太平，寄托了李治和武则天对这个女儿最美好的祝愿。只是他们谁也没想到，这个名字里带着太平的公主，未来的人生却充满了惊涛骇浪，跟太平二字没有半点关系。在太平观里修了几年仙之后，吐蕃那边总算是消停了，李治和武则天立刻开始重新为女儿物色驸马。这一次他们千挑万选，选中了一个堪称完美的结婚对象，唐高祖李渊的外孙，成阳公主的儿子薛绍。这个薛绍是什么样的存在呢？首先出身高贵，跟正苗红的李唐宗室血统上绝对配得上。其次史书记载他身材颀长，伟岸非常简单说，就是个身高1.85米以上的顶级大帅哥，有钱有颜有背景，简直就是从言情小说里走出来的男主角。对于这门婚事，太平公主是满意的，李治和武则天更是满意的不得了，决定要给女儿办一场史无前例的盛大婚礼。婚礼的奢华程度在史书上都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送亲的队伍从皇宫出发，一路到驸马府，因为场面太大，火把绵延数里，甚至把路两边的槐树都给烤焦了。这还没完，等到了驸马府门口，发现一个更尴尬的问题，公主的婚车，也就是那辆华丽的敌车，因为装饰的太过庞大，居然卡在了门口，进不去。怎么办？武则天再次大手一挥，拆。于是驸马府的大门就这么被当场拆掉，为公主开路。这场婚礼极尽奢华，也极尽荣宠。他向全天下宣告，太平公主是这个帝国最珍贵的明珠。婚后的生活也确实像童话故事一样美好。太平公主和风度翩翩的薛绍情投意合，琴瑟和鸣，很快就生下了两儿两女。那几年的太平无疑是幸福的，她有爱她的丈夫，有可爱的孩子，还有全天下最尊贵的父母做靠山。如果故事就到这里结束，那将是一个完美的公主童话。但可惜，历史从来都不是童话，尤其是当你生活在权力中心的时候。公元683年，唐高宗李治驾崩，临终前他留下遗诏，让太子李显，也就是唐中宗继位，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兼取天后武则天处分。这道遗诏为武则天日后的临朝称制提供了法理依据。李治的去世让太平公主失去了一把巨大的保护伞，而她的母亲武则天在通往权力之巅的道路上变得越来越冷酷，越来越无情。公元688年，一场巨大的政治风暴毫无征兆地砸在了太平公主的头上。当时李唐宗室的琅琊王李冲、越王李真等人因为不满武则天独揽大权，起兵反抗。这场叛乱
很快就被武则天的军队给镇压了。接下来就是残酷的政治清洗。武则天要借这个机会，把所有对她有威胁的李唐宗室连根拔起。而悲剧就在此刻降临。太平公主的丈夫薛绍，她的哥哥薛乙，因为参与了李冲的谋反被抓了起来。虽然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薛绍本人参与了谋反，但在那个宁杀错不放过的酷吏政治时代，有关系就是原罪。薛乙被斩首，薛绍受到牵连，被投入大牢，最后活活饿死在了狱中。史书上只用了仗100，饿死于狱这8个字来记录这位驸马的结局。那一年，太平公主大概24岁，正是一个女人最美好的年华。一夜之间，她从幸福的妻子变成了新寡的妇人。那个曾经在盛大婚礼上许诺要与她白头偕老的男人，就这么惨死在了她母亲的政治清洗之下。这件事对太平公主的冲击是毁灭性的。她第一次如此真切地感受到了政治的残酷和母亲的冷血。那个曾经抱着她逗她笑的母亲，在权力的天平上毫不犹豫地牺牲掉了女儿的幸福。这是太平公主人生中第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她心中的天真烂漫在丈夫的鲜血中被彻底击碎。她开始明白，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权力才是最可靠的东西。丈夫死后，太平公主的生活陷入了一片灰暗。但武则天似乎并不觉得有什么大不了。在她看来，女儿还年轻，再嫁一个就是了。而且这一次婚姻必须要有更强的政治意义。很快，武则天就为太平物色好了第二任丈夫，她的亲侄子武承嗣。武承嗣是武则天哥哥的儿子，是武家最核心的成员，野心勃勃。武则天想通过这门亲事，将李、武两家更紧密地捆绑在一起，为自己未来的武周代唐铺路。但这一次，太平公主激烈地反抗了。她打心眼里瞧不上这个武承嗣，觉得他粗俗不堪，配不上自己，而且让她嫁给一个害死自己前夫的家族的成员，这在情感上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可没想到武承嗣那边自己作死，他被人查出得了某种难以启齿的传染病，这门婚事就此作罢。但武则天并没有放弃让女儿嫁入武家的念头，她又找了一个人选，她的堂侄武攸暨。这个武攸暨和武承嗣完全是两类人。他性格谦和，为人低调，不爱掺和政治，算是个与世无争的躺平族。最关键的是，他当时已经有老婆了。为了让太平公主能够顺利嫁过去，武则天做了一件极其狠毒的事情，她派人秘密处死了武攸暨的原配妻子，然后强行将太平嫁了过去。公元690年，太平公主带着对第一段婚姻的伤痛和对母亲的复杂情感，开启了她的第二次婚姻。这场婚姻从一开始就充满了算计和血腥，毫无感情可言。太平公主对武攸暨这个丈夫也谈不上什么爱，只是把他当成了一个政治上的伙伴和生活上的摆设。婚后，太平公主的行为变得越来越大胆，甚至可以说是放纵。她开始公开蓄养男宠，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后来成为武则天宠臣的张昌宗。据说是太平公主觉得张昌宗长得太帅，活又好，自己一个人享受太可惜，于是孝敬给了自己的母亲武则天。张昌宗又推荐了他的哥哥张易之，兄弟俩一起入宫，成了武则天晚年最宠信的人。这件事听起来很荒唐，但却能看出太平公主的政治智慧。
她不再是那个只会哭哭啼啼的小姑娘了。她用这种方式，一方面满足自己的欲望，另一方面也是在向母亲的权力圈子里安插自己的眼线。她送给母亲的不是一个简单的男宠，而是一个重要的政治信息渠道。也正是在这段时间，武则天正式登基，改唐为周，成了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而太平公主作为皇帝最宠爱的女儿，又是武家的媳妇，她的地位变得无比尊崇和稳固。她不再仅仅是一个公主，她开始深度参与到武周王朝的政治决策中。武则天对这个女儿是既宠爱又倚重，她经常和太平公主一起讨论朝政，听取她的意见。太平公主也确实展现出了超凡的政治天赋，她眼光毒辣，看人极准，而且行事果断，颇有她母亲之风。武则天晚年曾经一度想把宰相的位置交给她，但被太平公主拒绝了。她很清楚，以女性之身当宰相，必然会成为众矢之的。她选择了一种更聪明的方式，在幕后操控。她成了一个影子决策者。她推荐的人才，比如后来的名相姚崇、宋璟，都得到了武则天的重用。她想打击的政敌，也往往难逃厄运。她的府邸成了当时长安城里仅次于皇宫的另一个权力中心。无数的官员削尖了脑袋，想要巴结这位权势公主。她积累了海量的财富。史书记载，她在长安和洛阳的府邸富丽堂皇，堪比皇宫。她名下的田产、庄园、商铺遍布全国，富可敌国。这些钱不仅用来享乐，更重要的是用来豢养门客，培植党羽，编织一张属于她自己的巨大的关系网。此时的太平公主已经30多岁了，她早已不是那个不谙世事的小甜心。在经历了丧夫之痛和10几年诡谲的政治风云的洗礼后，她已经成长为一个成熟、老练，甚至有些冷酷的政治家。她很享受这种掌控一切的感觉，并且她的野心也在这无边的权力中日益膨胀。她开始不满足于只做母亲的合伙人，她想要更多的东西。时间快进到公元705年，此时的武则天已经是一个80多岁的垂暮老人了。她常年卧病在床，很少上朝，而朝廷的大权逐渐落到了他那2个面首，也就是张易之和张昌宗兄弟的手里。这2个人仗着女皇的宠信，在朝中作威作福，卖官鬻爵，陷害忠良，搞得整个朝廷乌烟瘴气。他们甚至连太子李显、相王李旦，也就是太平的2个哥哥和太平公主，都不放在眼里。朝中的大臣们对这张氏兄弟恨之入骨，却又敢怒不敢言。所有人都很焦虑，大家都在担心一个问题：等武则天一闭眼，这2个小人会不会伪造遗诏，篡夺皇位？大周的江山会不会落到这2个男宠手里？更重要的是，一旦让他们得逞，李唐宗室，包括太平公主在内，肯定都得被清洗。危机一触即发。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几个忠于李唐的大臣坐不住了。为首的是当时的宰相张柬之。这位张柬之已经快80岁了，是个老成谋国的老狐狸。他联合了崔玄伟、桓彦范、敬辉、袁术己这几位手握兵权的大佬，准备发动一场政变，干掉张氏兄弟，逼武则天退位，还政于李唐。这个计划非常大胆，风险极高，一旦失败，就是抄家灭族的下场。
要想成功，他们必须争取到一个人的支持，这个人就是太平公主。为什么非要找太平公主呢？原因有三：第一，太平公主是武则天的亲女儿，最了解宫里的情况，也最容易接近武则天。有她做内应，政变的成功率会大大提高。第二，太平公主手眼通天，党羽众多，她的加入能为政变集团带来巨大的政治能量。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这场政变名义上是清君侧，但实际上是宫廷革命。如果处理不好，就会背上犯上作乱的骂名。但如果有了太平公主的参与，性质就变了。这是女儿为了拯救被小人蒙蔽的母亲而采取的非常行动，在道义上就站住了脚。张柬之等人秘密联系了太平公主，向她说明了利害关系。太平公主几乎没有犹豫，立刻就同意了。她比任何人都清楚，张氏兄弟是她和李唐宗室共同的敌人，除掉他们不仅是为了恢复李唐江山，更是为了自保。于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政变在太平公主的深度参与下开始秘密筹划。公元705年正月的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行动开始了。张柬之等人率领着500名羽林军，杀气腾腾地冲向了皇宫。他们先是控制了玄武门，然后派人去东宫，请太子李显一起行动。李显这个人性格比较懦弱，一听要搞政变，吓得腿都软了，不敢去。手下人急了，说：殿下，这是为了江山社稷，您要是不去，我们可就自己干了。李显这才半推半就地被簇拥着，一起前往武则天的寝宫长生殿。而此时太平公主在干什么呢？她就在长生殿里，陪在武则天的身边，稳住宫里的局势，为外面的政变军队提供最及时的情报。当张柬之等人冲进长生殿，当场斩杀了还在睡梦中的张易之和张昌宗时，武则天被惊醒了。她坐起身，看着眼前这群手持兵器的乱臣贼子，虽然年迈，但女皇的气场依然强大。她厉声问道：是谁在作乱？张柬之走上前，冷静地回答：张易之、张昌宗阴谋造反，臣等奉太子之命，已将他们诛杀。武则天转头看向自己的儿子李显，李显吓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武则天冷笑一声，她知道凭自己这个窝囊儿子绝对没这个胆子。她把目光投向了站在一旁的女儿太平公主。在那一刻，母女俩的眼神交汇，一切尽在不言中。武则天瞬间就明白了，这场政变的幕后主使，或者说核心人物，正是自己最疼爱的女儿。史书没有记载当时武则天是什么表情，但我们可以想象，那一定是极其复杂的。有被背叛的愤怒，有对女儿心计的惊讶，或许还有一丝吴家有女初长成的欣慰。大势已去。几天后，武则天颁下诏书，宣布退位，将皇位传给太子李显。大周王朝宣告结束，大唐又回来了。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神龙政变。在这场政变中，太平公主居功至伟，她不仅是策划者，是内应，更是政变合法性的重要来源。事后，她的哥哥重登帝位的唐中宗李显，为了表彰他的功劳，给了他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封号——镇国太平公主。这个封号意味着她不再仅仅是一个皇室公主，而是国家的守护者，是与皇帝共享权力的政治合伙人。她的权势也因此达到了一个新的顶峰。神龙政变是太平公主第一次
将自己的政治能量毫无保留地展现在世人面前。他用一场漂亮的亮剑向所有人证明了，他不仅是武则天的女儿，更是武则天最合格的继承人。唐中宗李显复位后，太平公主的日子过得那叫一个舒心。他哥哥对他这个造反合伙人妹妹是既感激又敬畏，朝廷大事都要先问问太平公主的意见。他的3个儿子也都被封了王，他一句话就能决定一个宰相的去留。但好景不长，一个新的而且是更强大的对手出现在了太平公主面前。这个人就是他的嫂子，唐中宗的皇后韦皇后。这个韦皇后也不是个省油的灯。早年李显被武则天废掉，贬到房州的时候，韦皇后陪着他吃了不少苦，夫妻俩可以说是患难与共。所以李显复位后，对韦皇后非常纵容，几乎是有求必应。而韦皇后亲眼见证了自己的婆婆武则天是如何从一个皇后一步步走上权力之巅的，她心里也开始做起了女皇梦。她觉得武则天能做到的，我凭什么做不到？于是韦皇后开始有样学样，拉拢党羽，暗查亲信，干预朝政。她还和一个关键人物结成了政治同盟，这个人就是她的女儿，同时也是太平公主的侄女安乐公主。这个安乐公主长得是国色天香，但为人却极其骄横跋扈。她是李显和韦后最宠爱的女儿，从小就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她甚至公然对李显说：阿爹，爸爸是皇帝，阿婆，奶奶武则天也是皇帝，我为什么不能当皇太女？她想让李显立她为皇位继承人。这娘俩一联手，再加上他们背后的外戚集团和一些投机钻营的大臣，很快就在朝廷里形成了一股巨大的势力，史称韦后集团。于是后武则天时代的大唐政坛就出现了一个非常诡异的局面，皇帝李显性格懦弱，大权旁落。朝廷里3股女性势力展开了激烈的博弈。第一股是以韦皇后和安乐公主为首的皇后党，他们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把李显变成傀儡，然后效仿武则天取而代之。第二股是以太平公主为首的公主党，它背后是庞大的官僚集团和部分李唐宗室。他看不上韦后和安乐公主的政治手腕，觉得他们又蠢又贪，会把李唐江山给毁了。他的目标是维持现状，保证自己的权力和地位不受侵犯。第3股是武则天的前秘书才女上官婉，她周旋于韦后和太平公主之间，试图维持一种政治平衡。这3方势力你来我往，明争暗斗，把中宗朝廷搞得是乌烟瘴气。太平公主和韦后这对姑嫂成了政坛上最主要的竞争对手。韦后想尽办法要削弱太平公主的势力，而太平公主则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不断地给韦后和安乐公主使绊子。比如安乐公主想让李显废掉当时的太子李重俊，不是韦后生的，立自己为皇太女。太平公主就坚决反对，在背后支持太子李重俊。后来被逼急了的太子李重俊发动了一场失败的政变，最终兵败被杀。这件事让韦后集团的势力更加嚣张。眼看着韦后和安乐公主的野心越来越大，形势越来越出格，太平公主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她知道一旦让这对母女得逞，自己和整个李唐宗室都将万劫不复。
他开始暗中寻找新的政治盟友，积蓄力量，等待时机。而这个时机很快就来了。公元710年，唐中宗李显在宫中离奇驾崩。关于他的死，众说纷纭，但最大的嫌疑就指向了韦皇后和安乐公主，说他们为了早日登基，毒死了自己的丈夫、父亲。李显一死，韦皇后立刻行动，她密不发丧，调集了数万精兵，控制了长安城。然后她立了一个年幼的傀儡皇帝李重茂，自己临朝称制，把朝政大权牢牢抓在了手里。韦后集团距离他们的女皇梦只差最后一步了。整个长安城都笼罩在一片恐怖的政治阴云之下，李唐江山再一次到了最危险的时刻。而这一次挺身而出，准备力挽狂澜的依然是太平公主，但她也知道光靠自己是不够的，她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手握兵权的盟友。她把目光投向了自己一个不起眼的侄子，这个侄子就是他四哥项王李旦的第3个儿子，当时还是临淄王的李隆基。我们现在得花点时间来认识一下即将登上历史舞台的这位超级新星李隆基，也就是后来的唐玄宗。李隆基这哥们儿绝对是李唐王室的基因突变。他的爷爷李治性格偏软，他的爸爸李旦更是个万年受气包，2次登基，2次让位，一辈子都在哥哥、母亲、妹妹、儿子的阴影下瑟瑟发抖。但李隆基不一样，他从小就英明果断，雄才大略，浑身散发着一种老子就是要干大事的气场。在韦后独揽大权，整个李唐宗室都人人自危的时候，只有李隆基在暗中积极的串联，招募勇士，准备放手一搏。而太平公主早就注意到了自己这个侄子，她发现这个年轻人不仅有胆识，有谋略，更重要的是他身上有一股自己哥哥们都没有的狠劲儿。他判断李隆基是唯一可以和自己联手对抗韦后集团的人，于是太平公主主动向李隆基伸出了橄榄枝。姑侄2人一拍即合，一个是手眼通天，在朝中经营了几十年，拥有巨大政治影响力的镇国公主，另一个是年轻有为，在禁军中拥有极高威望的军事新星。这个姑侄联盟堪称王炸组合，他们开始秘密策划第2场政变。这一次太平公主吸取了上次神龙政变的教训，她认为张柬之那帮人虽然成功了，但事后却被韦后集团给团灭了，就是因为他们只懂得政变，不懂得巩固权力。所以这一次太平公主决定不仅要成功，还要赢得彻彻底底。她负责在朝中联络大臣，稳住局面，并且利用自己的情报网，随时监控韦后集团的一举一动。而李隆基则负责具体的军事行动。公元710年6月的一个夜晚，又是一个改变大唐国运的夜晚。李隆基和他最信任的几个伙伴，比如刘幽求以及太平公主的儿子薛崇简，率领着几百名禁军勇士冲进了皇宫。这场政变比神龙政变要血腥得多，也干脆利落得多。李隆基身先士卒，一路砍瓜切菜，势如破竹。他们先是斩杀了守卫宫门的韦氏党羽，然后直扑韦皇后和安乐公主的寝宫。据说当时韦皇后正在和一个大臣下棋，听到外面杀声震天，吓得魂飞魄散，慌不择路地逃跑，结果被追上来的士兵一刀砍下了脑袋。而美丽的安乐公主
当时正在对着镜子画眉毛，也被乱兵冲入，斩于刀下。一夜之间，不可一世的韦后集团土崩瓦解。第二天一早，当长安城的百姓推开门，看到城门上悬挂的韦皇后、安乐公主等人的首级时，全城欢呼。政变成功后，接下来就是权力分配的问题。李隆基和太平公主一起把那个傀儡小皇帝李重茂给废了，然后共同拥立了李隆基的父亲，也就是太平公主的亲哥哥项王李旦登上了皇位。这就是唐睿宗。这是太平公主第二次成功地扮演了造王者的角色，她再次拯救了李唐的江山，她的功劳比神龙政变时还要大。唐睿宗李旦是个出了名的老好人，他能当上皇帝全靠妹妹和儿子，所以他对这俩人是言听计从。李隆基因为守功被立为太子，而太平公主则被加封了万户10邑，她的权势达到了人生的最顶点。史书上是这么形容她当时的权势的：权一人主，政出公主，天下事无大小，皆决于其口。意思是皇帝的大权都转移到了太平公主手里，朝廷的政令都出自公主府，全天下的事情无论大小都由她一句话说了算。当时朝廷里的7个宰相，有5个是她的人。文武百官想要升官发财，不去拜见皇帝，而是先要到公主府打卡。他的儿子们个个都是王公贵族，娶的也都是顶级门阀的女儿。他的府邸比皇宫还要奢华，他的一句话可以让一个人从阶下囚变成朝中大员，他皱一皱眉就能让一个宰相立刻丢官罢职。此时的太平公主几乎就是大唐的影子皇帝，她享受着这无上的荣光和权力，仿佛整个帝国都匍匐在她的石榴裙下。然而她可能没有意识到，就在权力的顶峰，一个巨大的裂痕已经悄然出现。这个裂痕就在他和他的好侄子太子李隆基之间。唐睿宗一朝，朝廷的权力格局非常奇特。皇帝李旦像个董事长，基本上不管事，真正的权力掌握在2个人手里，一个是妹妹太平公主，像个总经理，负责日常运营和人事任免；另一个是儿子太子李隆基，像个副董事长兼接班人，手握兵权，盯着未来。一开始，这对在唐隆政变中并肩作战的姑侄还维持着一段蜜月期。太平公主欣赏李隆基的才干，李隆基也感激姑姑的扶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问题就来了。太平公主的权力欲太强了，她习惯了发号施令，习惯了掌控一切。她发现太子李隆基虽然年轻，但主意正，能力强，根本不是一个可以被轻易操控的人。他有自己的政治班底，比如姚崇、宋璟，这些人都是非常有能力的干臣，但他们只听太子，不听公主的。这让太平公主感到了威胁。她觉得这个侄子的翅膀越来越硬了，开始不受自己控制了。而李隆基这边呢，他作为太子，未来的皇帝，也越来越无法容忍朝廷的大权居然掌握在一个公主，也就是他姑姑的手里。他觉得太平公主的党羽遍布朝野，严重地阻碍了他施政，也威胁到了他储君的地位。于是一场姑侄内斗不可避免地爆发了。整个朝廷迅速地分裂成了2大阵营，公主党和太子党。公主党的成员大多是些趋炎附附式的官员，他们依附于太平公主的权势，为她所用。
太子党的成员则大多是些有能力、有抱负的实干派，他们看好李隆基的未来，希望他能带领大唐走上一个新的高峰。两派人马在朝堂上互相攻击，互相拆台。今天公主党弹劾太子党的某个官员，明天太子党就上奏说公主党的某个人贪赃枉法，搞得皇帝李旦夹在中间，左右为难，头都大了。太平公主为了打击李隆基，甚至动了废掉他太子之位的念头。他经常在李旦面前吹风，说太子这个人可不是当年的中宗皇帝李显，他太强势了，不适合当皇帝，不如换一个温和一点的吧。他甚至找来术士说看天象，太子有不利于皇帝的迹象。这已经不是普通的政治斗争了，这是你死我活的权力搏杀。李隆基也不是吃素的，他表面上对姑姑毕恭毕敬，但暗地里也在不断地积蓄力量，清除公主党的爪牙。有一次，太平公主的心腹宰相想把太子党的几个核心成员全部贬到外地去。李隆基得到消息后，立刻找到他爹李旦，声泪俱下的告状，最终保住了自己的团队。这场斗争持续了将近2年，姑侄俩从亲密的盟友变成了不共戴天的仇人，他们都想置对方于死地。公元712年，皇帝李旦实在受不了这种日子了，他做出了一个决定，退位。他要把这个烂摊子甩给儿子李隆基。但是太平公主又出手了，她对李旦说，陛下虽然传位给太子，但军国大事还应该由陛下您来掌握。他想让李旦当太上皇，继续在幕后掌权，这样他就可以继续挟太上皇，以令新皇帝架空李隆基。李旦这个糊涂蛋居然同意了。于是大唐历史上又出现了一个奇葩的局面，朝廷里既有皇帝李隆基即唐玄宗，又有太上皇李旦，而太上皇的权力似乎比皇帝还大。比如3品以上官员的任免要太上皇说了算，重大的军政要务也要太上皇批准。这实际上是太平公主的最后一搏，她想利用这种畸形的权力结构做最后一击，彻底扳倒李隆基。而李隆基也已经忍无可忍了，他知道自己和姑姑之间必须有一个人倒下，否则这个帝国永无宁日。一场终极对决即将上演。公元713年，唐玄宗李隆基登基的第2年，此时他虽然是皇帝，但日子过得非常憋屈，他的一举一动都受到太上皇和太平公主的掣肘，而太平公主正在策划她人生中最大也是最后的一次政治豪赌。她和她的党羽们，包括几个宰相窦怀珍、崔实等人，密谋发动一场政变，废掉李隆基。他们的计划是利用羽林军发动兵变，控制皇宫，然后逼李隆基退位。甚至有更激进的计划，是在给李隆基的食物里下毒，直接把他毒死。为了确保计划万无一失，太平公主联络了当时手握兵权的羽林军大将军常元凯、李慈等人。她觉得自己胜券在握，然而她还是低估了她的侄子李隆基。早就通过安插在公主党内部的眼线，对太平公主的阴谋了如指掌。他决定不再等待，必须先发制人。公元713年7月3日，又是一个决定命运的夜晚。李隆基召集了自己最信任的几个心腹，比如郭元振、王毛仲等人，在武德殿
发表了一场慷慨激昂的战前动员。他对大家说：太平公主祸国殃民，图谋不轨，今天我们就要为国除害。随后李隆基亲自率领着300精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出了武德殿。他首先带人冲到了羽林军的军营，当着所有士兵的面斩杀了已经被太平公主收买的常元凯和李慈。然后他对着目瞪口呆的士兵们大声宣布了这2个人的罪状。禁军士兵们本来就更倾向于太子，也就是现在的皇帝李隆基。一看这个阵势，立刻全体倒戈，表示誓死效忠新皇帝。李隆基瞬间就控制了京城的兵权。紧接着他派兵包围了几个参与谋反的宰相的府邸，将他们全部逮捕处死。整个过程干净利落、高效、血腥。当太平公主还在府里做着废掉侄子的美梦时，她那些党羽的脑袋已经被挂在了城楼上。等她反应过来的时候，一切都已经结束了。她知道自己输了，输得一败涂地。惊慌失措的太平公主连夜逃出了自己的府邸，躲进了附近山中的一座寺庙里。3天后，李隆基下令将太平公主的党羽全部肃清，或杀或贬，一个不留。然后他派人找到了太平公主躲藏的寺庙，将她包围了起来。最后太上皇李旦亲自出面为自己的妹妹求情。但这一次李隆基没有再给父亲面子，他知道除恶必须务尽。他下达了最后一道命令，赐太平公主死于家中。接到命令的太平公主回到了她那座富丽堂皇却又冰冷刺骨的府邸。她这一生波澜壮阔，她斗倒了张氏兄弟，斗倒了韦氏母女，她扶持了2个皇帝，她离权力的顶峰只有一步之遥。但最终她还是输给了自己亲手扶持起来的侄子，输给了那个比他更年轻也比他更狠绝的男人。史书没有记载他临死前说了什么，或许他会想起自己的第一任丈夫薛绍，想起那场被火把烤焦了槐树的盛大婚礼，或许他会想起自己的母亲武则天，那个教会了他一切却也亲手毁掉了他最初幸福的女人。或许他会想起自己的侄子李隆基，那个曾经和他并肩作战，最终却亲手将他推入深渊的人。随着一条白绫或者一杯毒酒，这位大唐最传奇也最具争议的公主结束了她48年的人生。她死后，李隆基下令将她的家产全部抄没，查抄出来的财富堆积如山，光是珍宝就堆满了几个仓库，需要几年时间才能清点完毕。他的田产庄园每年的租金收入相当于国家税收的好几倍。一个属于太平公主的时代彻底落幕了，而一个属于唐玄宗李隆基的更加辉煌的开元盛世即将拉开序幕。我们回过头来看他这一生，真的是让人无限感慨。从一个被父母捧在手心里的帝国明珠，到2次拯救李唐江山的镇国公主，再到最后图谋造反，落得个身死家灭的下场。她的一生是荣耀与悲剧的交织，是野心与命运的博弈。你说她是个好人吗？恐怕不是。她贪婪、专权，生活奢靡，为了权力不择手段。但你说她是个彻头彻尾的坏人吗？好像也不全是。在李唐江山最危急的2次关头，都是他挺身而出，拨乱反正，延续了国祚。从这个角度看，他又是有大功于社稷的。他就像是他母亲武则天的复刻版，他继承了武则天的政治智慧，
权谋手腕和对权力的无限渴望。但他终究不是武则天。武则天是从底层一步步爬上来的，她懂得隐忍，懂得在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她的目标从始至终都非常明确，就是要当皇帝。而太平公主，她生来就在罗马，她拥有的一切都来得太容易了。她的野心似乎更多的是一种对权力的迷恋和对安全感的渴求，而不是一个清晰的唯一的政治目标。他既想当礼堂的守护神，又想做武则天那样的掌权者，这种矛盾的定位最终导致了他的毁灭。他的故事其实也给了我们一个深刻的启示，在权力的游戏中，没有永恒的亲情，只有永恒的利益。孤直可以联手，也可以反目。今天还是并肩作战的盟友，明天就可能变成你死我活的敌人。而权力本身就像一把双刃剑，它能带给你无上的荣光，也能在一瞬间将你吞噬得尸骨无存。太平公主无疑是玩火者，而最终她也被这权力之火烧成了灰烬。如果你是唐玄宗李隆基，面对一个权势滔天、处处掣肘，甚至想要你命的姑姑，你会选择赐死她，还是有更好的、不那么血腥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我们下期不见不散。